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认识一下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咨询师周小鹏。爱情需要用心感受，好的爱情保鲜需要用心学习。大家好，我是董瑞斌律师。那么我将从法律的视角给大家去解读爱情里的是非曲直，守护每一份真挚的情感。大家好，我是莎娜。我们老说呀，越成熟好像越难爱上一个人，其实不是的，是我们越成熟越能分辨这到底是不是爱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。爱一个人就是你尽力而为，但仍觉亏欠。大家好，我是吕阳。在爱情的命题里，心动从来都不是答案，心安才是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两组嘉宾，来，掌声有请他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王先生，23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；刘女士，25岁，来自河南，自由职业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感情中最大的问题，从婚前到婚后，他们一家人合起伙来欺负我。他就像个怨妇一样，天天跟我吵架。感情中的地位平等吗？一点都不平等，一直都是我委曲求全，上赶着他。不平等，他太强势了，看谁都不顺眼。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，先让他妹搬出去，最好带着他妈一起走。别太矫情了，多理解理解我。这个火药味儿够重的哈。是啊。我先问问你们两个人结婚多长时间了？结婚1年多。谈恋爱谈了2年，所以也不短了时间，对吧？对，我这次来的目的呢，就是因为婚前他们家就针对我，各种挤兑我，婚后更是变本加厉，然后他也不作为，然后还跟着一块埋怨我，我真有点受不了了。咱们先说婚前，你说各种针对你，都怎么针对你了？就是婚前嘛，看我不顺眼，就觉得我是外地的，因为我们离得太远了，一个河南，一个东北，就开始各种讽刺我，看不起我，觉得我上赶着他似的。他妈妈这个人就是特别的事儿，当面一套背后一套。对，等一下，你说的是你的婆婆啊？对，所以你注意一下用词啊，你婆婆看着之后，这个关系更没法修复了。没关系，因为他自己做什么事情，他自己心里面清楚。到底做啥事儿了？有一次我们不是刚谈2年嘛，刚好赶到过年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俩是准备要结婚，他就是说经常也给他妈妈说过这件事情，毕竟我们两个谈恋爱是挺好的，然后给他妈妈讲了，他妈就一直就是各种挑理，各种劝分。然后有一次过年刚好他要回家，然后我就寻思吧，我也过去表现表现，然后没想到转天他妈妈就直接开车把他给接走了。也没有正眼看我一眼，把我一个人留到天津自己过年，然后当然他就走了。到家第1天就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嫌我给他发消息烦，嫌我事儿多，然后也不提结婚的事情了。我说那你还回来不？也不回来了，都是他妈从中做工，故意针对我。也没有人针对他，都是他自己这么觉得的。因为我们家那边吧，大部分结婚比较晚，都是28、9岁结婚。我们两个谈了1、2年恋爱，他就这么着急结婚。我妈肯定会多想，就以为他奔着我们家钱来的。他家条件一点都不好，2年来辛辛苦苦谈对象全都是我，俺俩一块挣钱，然后我也不怕吃苦，然后我们俩挣的钱都放到一块花，还觉得我花他儿子多少钱，租房子还是我自己花的钱，他还觉得我会害他儿子似的。就这种妈妈，这种婆婆。那我回到家里之后，那你天天短信电话给我轰炸，我本来被夹在中间，我就很难受。你在中间难受，你为啥回家？你回家的目的是干啥的？你回家目的就是为了咱俩结婚。现在跟我说你们俩没有30多岁才结婚呢，那你早干啥去了？你不想再欺骗我吗？我为了你，我在天津等你，我一个人在天津等你，我都没回家过年。本来我们商量好的还要再继续在天津工作，一块上班。他回到家以后他就不来了，那明白这不想跟我在一块了吗？那最后，然后我就给他说，我说那你不来天津了，那我怎么办？他说那你要想跟我在一块，你就回来找我。然后我找完他以后，他也没带我去他家，在一个镇上，然后住了一个小旅馆。他去回他家吃饭，然后我自己在那里边叫外卖，然后每次都偷偷摸摸的见我。看我的时候，我就给他说，我说，要不咱回去吧？你看咱俩在一块多好呀，就各种劝他。然后终于劝了好几天，愿意跟我回天津了。然后我就把他给带过来了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在天津都挺好的。
他也觉得我也挺好的，也是想跟我结婚，然后继续给他妈妈发消息打电话说这个事儿，然后天天说，他妈也有点烦了，然后就说那行吧，那就结吧。然后他说就把我带回去商量结婚跟彩礼的事儿，然后我过去拿了好多东西，还嫌我拿东西不好。我一个打工的，我就这点钱省吃俭用的，我筹备了好久，还嫌我买的不好，挑三拣四。然后后来到他家里的时候，然后说什么彩礼给30万，我一听，咦，这么好，这一次咋这么好说话呢？上来就给彩礼30万，我还没来得及高兴，他妈来一句彩礼，先这样不给你，我直接放到这个房子首付里。那房子相当于没给我买呀，然后彩礼也要走了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后来我就怕他妈再不让他走，我心想算了吧，我自己喜欢的人，我愿意嫁给他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就想让俺俩以后好好的。房子在哪儿买的？房子就在这边买的，然后还没来得及，这个事还没掀篇呢，下一个事又开始了。他妈的手直接就是伸到我家里去了，给我家里人要钱。我的嫁妆是本来我爸妈心想嫁那么远，买个车的话，然后来来回回也方便，不行，绝对不愿意，说买车就是垃圾废物，不中用。这样说，然后就我妈这个人吧，就觉得怕我就是要给她争执的话，因为我婆婆是个厉害的人物，都能看得出来，然后就怕我如果给她顶的话，我嫁过去再受气，然后就没给她顶，就说哎自己闺女愿意，那你怎么办？就同意了，把这个嫁妆钱又给她了。多少钱？20多万。20多万，然后也放到这个房子里，给我婆婆了，然后放到这个房子首付了。这个房子的首付，也就是说用了你的彩礼，用了你的嫁妆。对。房子的名字写的是谁的呀？写的我们2个的。哦，我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姑娘，就是这个已经都这么别扭了，你怎么就一定要嫁呢？我就相中他了，然后他本来就是一开始是不同意我各种对他好，然后我照顾他，因为他比我小嘛，我一直都感觉就是他比我小，我什么事都让着他，然后他也对我好，他也挺体谅我的。然后后来去办结婚证，办完以后，他家里人说，做了饭，想让我们去婆家吃饭，你知道吧？我说那就去呗。到那里说拍婚纱照的这个事情，然后我刚提一嘴婚纱照，然后他妈又不乐意了，又说起来了，说啊拍什么婚纱照，贵得很，你俩那些照片不都挺好看的，比人家拍的还好看，你就用那张照片一张就得了呗，又费钱又没有用。后来我还没来得及生气呢，他二姐又站起来了，他二姐说的更搞笑啊，那要不这样吧，要真想拍的话就回东北吧，啊东北拍得好，穿个大棉袄，穿大棉裤，在雪地里你俩一打滚，然后牵着手就拍了，然后他们全家人哈哈一顿跟他大笑，把我当成小丑，把我当成傻子一样。因为我二姐也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也没有说真的就让你穿着花棉裤在大雪地里拍照。那能叫开玩笑？那是开玩笑吗？那根本不要开玩笑。那这些事儿咱俩也可以自己回家说吧，你没必要就是说在饭桌上一撂筷子就不吃了，拿上衣服摔着门就走。我的确是不高兴了，没有错，是因为这个桌子好像是让长的，我坐这边，他们全家人在一块夹菜，我够不到。他有点良心，给我夹了1颗虾，就1个虾，给我夹到我碗里。他妈妈的眼睛就这样，就跟那个牛眼似的瞪的，都要把我瞪死了。我还好意思跟他吃啥呀？我就是不高兴，搁谁身上谁都不高兴。后来这个婚纱照也拍了，是我拿我自己的工资拍的，然后拍完以后，他非得跟他妈妈分享，看呗，又开始指指点点，这个讲究那个讲究的，又说我败家啊什么的，各种难听的话，开始挤兑我了，说什么啊拍这么多干啥？不浪费钱吗？什么东西都要掌控，什么东西都要阻止，我就觉得他妈就是一个控制狂。最后婚礼办了吗？婚礼办了，然后之后呢，婚房不也是快要下来了吗？他们一块在院子里，我在屋里，婆婆直接就推门就进去了，就开始骂我，不当着他儿子的面，终于暴露本性了，开始骂我丧门星，什么各种难听的话，就骂的那些话，我今天就是在这里，我没办法给大家说，就有多难听，我这辈子也就听过这么难听的话了，骂的超级难听。然后我刚开始给他吼一句，给他吵一句，他蹲门进来了，给我大吼大叫，甚至要动手打我，我气得我就回娘家了。那你也不能一进门怒气冲冲的，然后就跟长辈吵吧，他再怎么地，他也是你长辈吧？你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还对我大手大脚，差点打我嘞！你当时你都不知道你那个表情是什么样子。来，姑娘别激动啊，稍微稳定一下情绪。后来我回到娘家以后，过了2天，然后我又开始想他了，也赖我自己，我又开始放不下他了，我开始担心他。你也知道，然后我又开始回去找他，我说我给他妈道个歉吧，我给他道歉来一句，我绝对不可能原谅你的。
我也不会原谅你的，而且我也不会让我儿子原谅你。你等着，就这样的语气，这样的表情啊，又接着来一句啥？说你要道歉，你就给你二姐道歉去吧。我没得罪二姐吧？我都不明白了。你声音那么大，你吓着我二姐，难道你不应该给她道个歉吗？你二姐多大年龄了？你二姐比我大10几岁，能吓着她小孩子啊？我能给她吓着她？你脾气那么暴躁，嗓门那么大，我就问你，谁吓不着？我就问你，你妈跟恶龙咆哮似的骂的我的时候，怎么没吓着你二姐？我一张嘴说话就吓着你二姐了，咋不说你们一家人全家人合计回来就欺负我？谁都想在我头上踩一脚。姑娘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！我问一个，就是咱们在短片里面说的非常重要的信息，你说现在婆婆和小姑子都住在你们家，就是都住在你们2个人的婚房是吗？对。然后这不是给他吵完架吗？我铁着头皮去讨好他二姐，给他二姐道歉了。道完歉以后，我们婚房不也下来了吗？就开始搬进婚房住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日子总算安静2天了，终于可以清静了，俺俩就好好过日子，对吧？然后结果没想到一推门，他妈过来了，他妈拎着大包小包、锅碗瓢盆过来了。来我家住了，我这事情我提前我啥都不知道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们不告诉我，凭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，你就随便把他给带进来呀？那我妈搬过来，我也是提前1天我才知道的，而且我知道我这个事儿跟你说完之后，他肯定会生气，我们俩肯定要吵1宿架，1宿都睡不了觉。然后结果他就跟我争吵一番，说他妈妈就该住这个房子来。知道吧？就觉得他拿这个彩礼钱了，就掏这个钱了，就活该住这里。到这个房子的第1天就开始出幺蛾子，就开始找事儿，啪一下把窗帘打开，噼里啪啦那个屋里说是打扫卫生，把什么东西都撒掉，故意吵醒我。然后后来我起完以后上厕所，更气人，说我上厕所时间长，怎么不上厕所，怎么不带到厕所里，搁厕所里吃饭呢？那你上厕所的时候，在厕所里边一盘，你那是说谁呢？就是说我呢。你妈妈不是在黑龙江生活吗？对，直接搬过来了。为啥要来天津呢？因为我小妹嘛，我小妹她是大学毕业要来天津发展，然后我妈为了照顾她，她过来的。你妈不是来照顾你妹的吗？为什么要住你们的家呢？她妹还没来呢。哦，先来给妹妹叫打前站，对吗？对，先把我这个人给就是说整顿我。人家妈妈是来给妹妹打前站，你们就整顿你？就是想整顿我。从结婚到现在1年多了，我没吃过家里的1口饭。我对鸡蛋不是过敏嘛，然后就每顿鸡蛋，就每道菜每个汤里边都得淋点鸡蛋，知道吧？婆婆不知道就这么严重。婆婆对，她知道，他们一家人全部人都知道。然后我对鸡蛋过敏的严重性就是吃完以后浑身我就得上医院那种。然后他妈还继续做鸡蛋，这如果一旦误食的话，这是有生命危险的呀！所以这叫害我。我不相信婆婆，如果她真的有意见，她不会恶毒到这个程度，对吧？我今天带证明过来了，口说无凭，咱证据一下，知道吧？看没有，1年4季这样，1年4季的都是这样的，包括那碗鸡蛋羹，还有就是啥离谱到，必须还得切个那个水煮蛋，都得整一盘。那你不吃鸡蛋，你不能说不让别人吃吧？对。那你可以不吃鸡蛋，你可以吃别的吧？看没有，就是这样的。后来我等会儿，男生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老婆是对鸡蛋过敏吗？对。过敏有多严重？你看到过吗？身上会起那种小红点儿。就起一点小红点，还是成片成片的？成片的。妈还没有醒呢，你看看，你自己回头看看。但是检查完之后也没有多严重，就是浅表性胃炎嘛，吃点药就好了。你应该是一个慢性的状态，怎么说，又不是什么多大的病，不是。因为我觉得也不是很严重嘛，他就是闹的，就是觉得特别严重，然后。可是你这每一顿饭都不让人家姑娘吃饭呀。
也让他吃，家里也有备的那个火腿肠之类的。谁家饭吃火腿肠啊，小伙子？你天天吃火腿肠吗？你天天吃吗？我觉得我也可以啊。你怎么没有人性的呢？然后后来因为这个胃炎，这个胃病，然后我从120多斤瘦到现在这个样子。你看看我那时候是什么样子？我这么胖，半年多一点，我瘦到90来斤。你看我还有肉吗？你自己看看，我还有肉吗？我能问一句吗？你爸爸呢？我爸爸在青岛，没和你妈妈在一起生活。对，没在一块儿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在那边还有工作嘛，然后之后他一年回到家里多长时间？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回来。然后后来呢，有一天下班又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又是没人告诉我，他把他妹妹从东北接过来，他妹妹还带了一个谈的不知道2、3天的男朋友一块儿来我家了。这个情况下，婆婆一间屋子，俺两个一个婚房一个屋子，一共就2间屋子。我就问他，我说那住哪里？咱俩住哪里？咱俩住沙发呗。妹妹只是暂时来吗？说是暂时来，分明就是常住的打算。来住了多长时间了？已经？从上个月现在到现在差不多有1个多半月了，快2个月了。我们就一直在沙发上挤着睡。你们2个人在沙发上睡？对，没有错，没听错。妹妹带着男朋友？对，谈了不到2、3天。你妹妹谈一男朋友，你妈妈就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女儿可以和别的男生在一个房间吗？因为之前他们也相处过一段时间嘛，然后之后家长互相都见过了。那我你为啥不去租个房子？因为妹妹不是要来天津长期发展嘛，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不去租个房子呢？因为她大学刚毕业嘛，实际工作又没找到，又不知道工作找的是好是坏。在这住也就算了。我自己的屋子被霸占了，对吧？然后我每天洗漱完，我得回我屋子里拿点东西过来，我不能全搬大厅嘛。有一次我就多拿了2趟，然后这个便宜眼子婆婆又出来了，说啥嘛？你要拿，你一趟拿完，你别老是往别人屋子里钻，就这样的语气，比我这还要恶毒。然后等有一天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窗帘子被妹妹给换掉了。因为这个窗帘对我意义我感觉非常大。这个窗帘是我从娘家带过来的，从河南带过来的，所以我每次看这个窗帘都觉得我很想家。她给我换掉了，她知道，她还不阻止，也没人给我说一声。那你一个当嫂子的，我妹妹换个窗帘怎么了？这是谁的家呀？那她也是我妹妹啊，她是谁的家？这是我问你的。我的天啊！谁的家？是我们。你们的家？那她凭什么换？因为她我妹妹嘛。她是你妹妹就能随便换吗？她也是个当嫂子的，换个窗帘也不用我们掏钱。你和你老婆的家跟你妹和你妈没关系啊。姑娘是这样，婆婆录了一段音频的内容，咱们先来听听婆婆的这个音频的内容是什么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听一下。我这个儿媳妇啊，可真不是省油的灯啊！为了给她买婚房啊，可把我累坏了，大半生的积蓄呀，我都给了她了。你说她怎么做的呢？从来不把我这个婆婆呀放在眼里。自从她和我儿子结婚了之后哈，连装都不装了。这不这几天天天跟我儿子叽叽叨叨的，他不就是想赶我们走吗？人家都说呀，长嫂如母啊。为了娶她呀，我把我姑娘的嫁妆都搭进去了。我姑娘就在这住2天，哎呀，她这个不乐意呀，真是个白眼狼。看到没有，这很温柔了。我能听到这样的话，我就觉得很温柔了。她平常对我的态度比这要恶劣10倍。婆婆刚才说到，说她把大半生的积蓄都给你买婚房了，是这么回事吗？她给的彩礼不是30万吗？她也没给我，我也没捞着，直接放到房子里了，是付的首付。后来她又提到说，把她闺女的准备的嫁妆钱也给我了。那我是拿我们家的嫁妆钱，我的嫁妆钱填到这个房子里的。然后后来这所有的钱都是我还的。今天你来我们节目，你的诉求是什么，姑娘？我想让她妈走，不要让她妈在这住了，再住真的是我感觉要死人了。那妹妹呢？妹妹也跟着一块走，妹妹更别提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男生的诉求呢？我想就是让她多理解理解我。不是，意思就是你妈和你妹妹不走，对吗？对。如果这事儿谈不拢，你们俩离不离婚？离。好了，明白了。我们先问一下今天同样来求助的周先生和厉女士，你们2个人听完他们俩的事儿，生气吗？我就认为这个婆婆呀，既然都已经结婚了，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，对吧？孩子的事是孩子的事，完了她就是在里边掺着，我就感觉我挺心疼这个女嘉宾的吧。哦，你觉得婆婆有点过分，对吧？对，多少有点过分了。就不应该跟老人在一块过，老人和年轻人的生活习惯什么都不太一样。姑娘走吧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调的呀。我想让她改变。
哎呀，我的天，你想什么？他放不下，他放不下。你知道人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学会的吗？面对现实，你要承认自己选错了人。婚姻是选择一个能扛责的人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。扛责是什么？扛起来责任。责任在什么地方体现出来？遇到问题的时候，这个人能不能主次分明，知不知道是非是什么？你就看3件事情。第一，妹妹来了，她应该住什么地方？妹妹住什么房间？这是一个最简单的，这个人知不知道主次分明的地方？他不知道，他妹妹也不知道，你婆婆也不知道。窗帘事件，基本的尊重，这是别人的房子，即便我们有血缘关系，但你也是你，我也是我。窗帘他不问你们的情况下，随便换，这叫不尊重人。而一个人最重要的必须要学会的事情叫尊重2个字，他没有，在台上就没有，在你们家里更没有，他妹妹也没有，没有任何可调节的。但他之前对我的确是挺好的，我想让他回到以前的我。他不可能对你好。天哪！我现在告诉你，这1年已经把他的行为表现淋漓尽致了。就你那个鸡蛋事件，我刚才为什么要问那么详细？他明明知道你鸡蛋过敏，他刚才说的话是什么？那你吃其他的，吃火腿肠就好了。如果他但凡能说一句，我去给他下一碗面条，我都觉得他有点人性。想想那个照片的姑娘和现在我们看到的姑娘，真正的爱是懂得理解、懂得包容、能够尊重你的，但你没有得到爱，一丝爱都没有。我想说的是，女方这个姑娘是吃亏的，体现在2个方面，彩礼，其实它本身就是给女方的，其实那你不动一直是你自己的，你的陪嫁也是，那是你爸爸你妈妈给自个儿女儿的，其实如果不动跟男方是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你被牵着鼻子放在这个房里了，那对不起，就一下子变成夫妻共同财产了。姑娘，你太没有尊严了，太卑微了。他说那个照婚纱，我认为作为一个女孩子还真是，对吧？你说前面的东西都没有，那我要一个婚纱吧，没有婚纱，婚纱说是自己出钱的，太卑微了。我有一句话叫什么？要么忍，要么狠。你能改变吗？你想什么呢，姑娘？董律，我能替姑娘问您一个问题吗？如果离婚的话，这个房子她能得到多少？那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吗？一人一半。对呀，当然了啊，我们说司法实践上，它就是天然的倾斜女方的，可能你多分10%左右。不是，可是还款都是他在还的呀。那你也是在婚内啊？对，夫妻共同财产。在婚内任何一方，也就是说他能得到60%的房产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？可能是55%，我说多的话多一点，有1成。我为嘛说他太卑微了？他是吃亏的，就是现在不管财产分割上还是感情上，我都是无语的，因为他又狠不下来，他内心深处你一直装着你的爱人了，但是这个对你伤害又是极大的。除非是什么呢？除非是他改，但是我看现在他从根儿上他是改不了的，对，根深蒂固的。对，我本来一开始想说一下这个男孩，但是这个男孩已经真的，我觉得你是整个家庭的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氛围的问题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跟你讲清楚一些道理的。姑娘，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。第一句，你瘦成这个样子，浅表性胃炎，就是明天真的被气晕打120到医院，你都是活该，自找的。为什么？人家就非常清楚，你离不开人家的儿子呀。到现在此时此刻还在问说你能改吗？如果今天你选择继续要和他走下去，奢望着这个男孩能够为你而改变，那就不是人家一家人在踩你，在不把你当人，是你自己不拿自己当人。就是偶尔一个温柔的举动，让你爱他爱到无法自拔。所以你多么的缺爱，我只想跟你说，姑娘，缺爱先自爱。如果你自己都不会爱自己的话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爱你。所以醒醒吧，姑娘！我知道今天叫不醒你，说这些话没有用，但我只是告诉你一句话，记住了。今天如果你选择和他继续在一起，就是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，不要再骂人家婆婆了，不要再骂人家妹妹了，不要再骂你老公了，你非要赖着不走啊？那赖谁呀？你有能力离婚吗？我不想离婚。你不想离婚，对吧？所以你没有真正独立的能力。你再发火，你发的火越大，说明你无能。
没有这个能力，只能在背后去发泄一下，但听到的人会心里暗暗窃喜，你也就这样，所以你已经被人家就是看透你的内在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是一步一步你自己找的。他压根儿不爱你，但凡爱你，他哪儿能够忍受你如此被人家步步紧逼？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谁对谁错吗？当然知道，但是他自己已经站队了，他跟你不是一条心啊。而且他心里笃定你离不开。他的母亲也知道，他的妹妹也知道。所以这个家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？你能不能自己争一口气，迈开你的腿，走出这个家门？其他的事情交给律师来办就行了。否则你永远就会如此难看的活着。我以前很开朗，然后很少发火，大家都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活泼的小孩。然后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每次说离婚，说完以后我就做不到。你就记住啊，幸福的婚姻会让你变得开心，会让你越来越好看，越来越阳光。而你呢，和你之前那照片差得太远了，差的不仅仅是体重啊，差的是你的那种状态，没有被人怜爱滋养的那种状态，没有了，没有人疼你，自己疼自己吧。这个男人不爱你，所以我没必要跟他说什么，只是我就说一句话：做人要有良心。如果我提到一个家庭当中成员之间彼此的尊重，我觉得都有点拔高了。至少一个家庭当中所有的成员之间，应该心里有善意吧。姑娘，我特别想跟你讲，人生这条路不能回头看。你总是在想他过去有多好，但是你要看到他的现在是什么样。你的婆婆之所以会这么控制你，会这么指责你，她的根本其实并不是为了要把你打压成什么样，她是为了强化她和她儿子之间的连接，她是为了让她的儿子不离开她。如果她的儿子真的在这种捆绑之下，越来越觉得自己离不开妈妈的话，你要什么都得不到。记住了，做决定的那一刻不要回头看，因为你回头的是过去的你们，它代表不了将来的你们会是什么样。另外，其实我挺想叮嘱男生一句话的，我觉得生命是个过程，人总是要长大的。你3岁5岁离不开妈妈，这我们能理解，你是个孩子没长大。你20几岁、30几岁，甚至再大的话，还和妈妈捆绑得这么紧，你知道你妈妈什么样的儿媳妇她才满意吗？什么样的她都不会太满意。因为每一个出现在你身边的女人，对于她来说都是会把你抢走。所以真正遇见、看到妈妈存在的问题的时候，你真的要明白一件事儿，你要站出来去告诉妈妈：妈妈，我和你的想法不太一样，否则你这一辈子只能是这样，然后更差。二位坐那儿想一想我们说的这些话啊。